这些 kit 镜通常会有以下的共通点。不要丢掉！推坑的阴谋，键盘侠还可以。大家好，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来聊聊 kit 镜。很多新手呢，他第一次买相机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镜头跟他一起套装贩售。这时候呢，他就想说，那到底要买单机身，另外买镜头，还是就直接买一起贩售的套装镜头？于是呢，他就上网到论坛、到 FB 社团，问他们说，要不要连这个镜头一起买呢？然后这些摄影前辈啊，这些键盘侠，这些资深的摄影大师都会跟你讲说，不要买那个 kit 镜哦，赶快把它丢掉哦，直接买大光圈的定焦镜头，直接买中高阶的变焦镜头。这时候新手就会想说，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会照做。到了2024年的今天，直上大光圈镜头，直接买中高阶以上的变焦镜头，到底只是推坑的阴谋，还是它真的必要呢？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所谓的 kit 镜呢，广义来说就是跟相机一起套装贩售的镜头哦。那某些组合其实它是中高阶的镜头哦，但多数情况还是搭配普通规格的入门变焦镜。所以我们常说的 kit 镜，通常是指入门的那种变焦镜。那例如说单反时代最常见的呢，就是 Canon 的18到55mm， 哇，这个家喻户晓啊，几乎每个人都有摸过。在无反时代最常见的呢是 Sony 的16到50mm， 那个10年前就出了，到现在还在跟最新出的 A6700一起套装贩售那个16到50，进购了市面还在继续卖啊。那全画幅的相机也会有像 Sony 28到70mm、28到60mm， 或者是像 Canon 最新出的24到50mm 这类的镜头。这些 kit 镜通常会有以下的共通点。第一，光圈小，通常在广角端会出现最大光圈，大概也只会有 f3.5。那甚至呢，在 Canon 新出的 RF 卡口 kit 镜上出现了 f4.5它为了要做的体积比较小的关系。那在望远端通常是 f5.6或甚至是更小。比起那些大光圈的定焦镜头，可能随便都是 f2.8、f1.8、f1.4 来说，那 f3.5的话，确实就很小。第二点，焦段范围泛用，通常在全幅等效24到70mm 之间，大约是手机的1倍镜到3倍镜，涵盖了小广角、标准，最后到了中长焦段所以呢，算是非常的泛用了。第三个，画质普通，画质表现通常不会太差，但是也不会多好。近期推出的 kit 镜啊，都是在锐利度上表现还不错，色彩表现也还可以，但是呢，拿到阳光下对着太阳拍那个抗耀光的能力就会很差，边缘的暗角会比较明显。那甚至呢，你对着光线拍的时候，会有一些色散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都是它比较难抑制的。那这些细节的表现上会有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整体来说，它的照片也不会到很不堪，就其实还是 OK， 还可以。那光圈最大的时候的锐利度也会比较松软一些，通常要缩到 F8 才能够获得最佳的锐利度。第四个，便宜，买机身的时候加个100-200美金啊，2-3千台币啊，就可以拥有这样子的 kit 镜。那找二手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用50美金，你可以用1000-1500块台币就可以买到了。第五个，体积重量轻它光圈小，不追求画质，所以它镜片数量不用太多，再加上材质呢都是大量的塑胶组成，成本大幅降低，也可以让体积重量减轻许多。那我来给各位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一颗 Sony 最早期搭配全幅无反相机推出的这个28到70mm的 kit 镜。那这个 kit 镜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算是蛮小巧的，而且它的重量其实蛮轻，大概300克左右而已。然后它的材质，各位可以听听看，有没有？这就是很塑胶，完全就是塑胶，你敲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塑胶，要不然就是这个橡皮橡胶的声音。那好在就是它的接环是金属的这可能是你全部看到最多金属的部分就在这里了，其他地方都是塑胶。第六点，光学防手震，这类镜头通常都会具备防手震的设计。虽然它防震级数不会像中高阶镜头可能到5级、6级这么强但是就有总比没有好嘛，就是他们通常还是有个2-3级。
让你在暗光的环境啊、室内的时候，可以再多那么1-2级的快门啊。综合以上特点，我个人认为最适合使用 Kit 镜的其实就是新手了，可以在刚开始接触相机的时候，用比较少的价格去学习光圈、快门、ISO、曝光金三角重要的关系。那去学习这个的话，我觉得就还不错，而且可以透过变焦去了解到各个焦段带来的透视感，你就可以去找到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焦段。那 Kit 镜呢，它重量轻嘛，体积也小，所以带出门也很方便。一直带着走的话，你才有更多的机会练习按快门。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你也不用太担心碰伤或是损坏这些情况，所以其实讲起来 Kit 镜它还是有还不错的优点哦。再来，如果你已经是摄影老手了，那我个人很推荐你可以用 Kit 镜去练功。光圈小，画质普通，你要拍到好看的画面，你就要更注意光线跟构图。那如果照片你发现都怎么拍都拍不好看，那也没差嘛，你就想说这个镜头不怎么样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搭配我的实力啊，那这样子想一想，那也就算了，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是吗？OK， 那回到正题，要 Kit 镜还是直上大光圈的中高阶的镜头呢？那我们考量到2024年的现在啊，旗舰手机画质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只是放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的话，跟相机配 Kit 镜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差距不会太远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得到有感的升级的话，我觉得 Kit 镜对新手来说，其实真的是比较没有成就感一些。多花一点钱去买大光圈镜头的话，我觉得会更值得。那如果要拿 Kit 镜练功的话，你最好去网络上收二手的，因为呢，二手的可能只要原本全新的1半的价格，然后你花少少钱拿来就可以练习拍照。面焦的时候啊，你只要确定对焦功能正常，变焦顺畅的，可以切换光圈，也不用去怕前一个卖家给你的镜头素质好不好，因为 Kit 镜本来就是拿来练功，就是不要拿来太追求极致的。所以呢，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学会光圈、快门、ISO 这个金三角关系之后，那你把它拿去卖二手的时候，你也不会亏太多钱。所以说呢，预算充足的话，我觉得直上中高阶的镜头或是大光圈的镜头，其实在2024年现在已经不是纯粹的推坑的阴谋了，而是一个与手机快速产生差异的方式。那你预算不足的话也没关系，你收二手的 Kit 镜，好好学习摄影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OK， 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影片，欢迎按赞分享给你身边想要入门学拍照，不知道怎么买相机要怎么配镜头的朋友哦。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